本航空业两大哥 All Nippon Airways 跟 Japan Airlines，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呢？我先说答案，我喜欢日本航空。喂，这集不是关于 ANA 的吗？嘿，没错，这集我们就是要来看一下 ANA， 到底为什么我更 prefer 日本航空呢？我们就赶快开始吧，3、2、1，起飞！皆さんこんにちは，我是 Ben。今天我要来开箱的是 ANA All Nippon Airways 全日空。等一下 ，Operated by Air Japan， 我的全日空呢？这就要牵扯到一个很复杂 ANA 跟 Air Japan 之间的神秘关系了。因为实在是有点复杂，所以有机会的话再来一起好好探讨这个话题。现在就先当做这集是 ANA 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拉回来，我今天搭乘的是香港经东京羽田前往温哥华的全日空航线，两段都是由全日空的7879负责直飞。因为机型一样，所以我原本其实是打算一集讲完的，但一个意外的惊喜让我决定把这段分成2集。这也是我之后再告诉你为什么。我们先跳到出发点吧。Aloha， 各位，我到香港机场了。首先吃香蕉的各位注意了，小心让 ANA 被禁，因为 banana 好像有点牵强，我们还是赶快去报到吧。ANA 在香港机场使用的是1排，这边一共有3条报到通道：钻石卡、商务舱跟 Special Assistance。嘿，没错，庶民舱不配人工服务，需要用旁边的自助登记托运。其实也没什么啦，行李条印出来，粘上行李，再丢进旁边的机器就可以了。速度其实真的很快，也不太需要排队，所以真的也没有不好，只是需要自己动手来而已。那过完安检海关，走到登机口，就已经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飞机了。全日空 MH860 7879梦幻客机，全日空也刚好是世界上787最大的 operator， 目前3个 variant 加起来一共有88架，也是目前世界少数787 3个 variant 都营运的航空公司。ANA 的7879目前平均机龄差不多8岁左右，而我们今天这架 JA895A 也是在平均值差不多8岁。ANA 的7879一共有5个座椅布局，其中3个拿来飞国际，2个拿来飞国内。飞国内的那2个可以说是全世界787密度最高的座椅布局，有机会再去日本搭搭看。至于飞国际的那3个呢，基本上就是 Premium Cabin 占比的差别咯。我今天搭的是经济舱占比略高的座椅布局，一共是有40席商务舱、14席豪金舱跟192席经济舱，分别是121、232跟333的座椅布局。我今天的位置是最后一排的40A， 椅子 feature 的是 Saffron 5751的座椅，颜色是低调的深蓝，是我蛮喜欢的颜色。上飞机时，椅子上就已经预先放好了毛毯，我会说这是我在飞机上用过最 silky 的毛毯，摸起来很上瘾，盖起来当然也很舒服。至于枕头呢，你可以再跟空服要，很大一个枕头套也是可重复使用的布料，也一样非常的舒服。那基本上坐过这个椅子的第一印象就是夸张的 legroom，34寸可以塞2个半拳头，绝对是经济舱里数1数2好的。空间多到前面加一个 leg rest 我都不会觉得占空间，虽然不否认，我还是觉得这个有点多余啦。我会说比较可惜的是椅宽只有17寸，真的是会觉得比较窄一点。特别是当你去跟 JAL 的787经济舱那夸张的18.5寸比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真的还是会有点差。当然整体来说，这个座椅环境还是很不错的。椅子的头枕可以上下左右的同时，前面还铺了一层皮质的布，躺起来可以比较舒服。飞机窗是电子窗，下面能找到万能插座，而且每一个椅子都有一个，不用跟你的邻居打架。上面的话则是没有 personal air vent， 但可以找到 personal reading light。然后因为我坐的是最后一排，椅子后面也有留空间，所以我可以很 guilt free 的往后躺。我觉得我的小角落还是很舒服的。我们再往前来看看椅背，下面是一个大口袋，跟前面的一个小口袋跟中口袋。大口袋里塞了头罩式耳机、安全须知跟印着网路指示的清洁袋。其实好像蛮聪明的，就不用像很多其他航空公司一样多印一个加你联网的本本。那往上看呢，就是一个折叠式的餐桌，这个餐桌有一个真的凳，就可以更好的固定杯子，方便加一。来到右上角有一个 Kotak， 而到中间最上面就是娱乐系统跟遥控器啦。不过我这个遥控器直接被卡住，打个混蛋这边硬塞，搞得我现在连拔都拔不出来。不过没关系，还好娱乐系统是触屏的，使用起来灵敏度也很 OK。但我也会说，这个娱乐系统不管是硬体还是软体，都多多少少看得出岁月的痕迹了。尺寸来说不算特别大，而且是不可调整的，下面能找到 USB 跟耳机插孔。软体的部分 navigate 起来是真的没有到很方便， UI 给人的感觉也都旧旧的。所幸的是娱乐内容其实不差，电影、电视节目、新闻、音乐、儿童专区这些你都能找到，选择也都是还不错的多。我自己比较在乎的飞行地图也都是好用的，所以对我来说已经是合格的了。感觉可以来一个 software update， 所以就期待一下吧。
之后没过多久，飞机就开始倒退，我期待已久的安全影片开始播放。怎么不是 Pokemon 版本的？当我还有点难过的时候，机组人员仿佛听到了我的心声，把安全影片卡掉，然后改播了 Pokemon 版本的安全影片。哇，听到那个声音，鸡皮疙瘩掉满地。What a legendary move！ 一去不复返的童年呐，怎么办？觉得自己好老，让我先去难过一下。好了，差不多也该起飞了，我们就飞去东京吧 ，Go Go！哦耶！抵达飞行高度了。在食物来之前，先快速介绍一下网路。哦，好复杂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表格，看看哪些机型有网，哪些没有。反正呢 ，ANA 的787是有的，商务舱跟头等舱都可以免费使用到浏览网站的程度。豪金舱跟经济舱的话，则是只能免费使用到传讯息的部分，其他方案就要付钱。一样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里。好，介绍完毕。好饿，好饿。我们来看看我期待已久的 ANA 的飞机餐吧。首先，在食物正式来之前，空服先是发了一波湿纸巾。果然，日籍航空都非常重视仪式感的，都喜欢一步一步来。之前到日本航空也是这样，看来这又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 service 了呢。那按照流程，接下来就是餐前点心跟饮料。点心是这个 snack mix， 其实就是一些很适合拿来当下酒菜的零食。饮料的部分，我叫了 ANA 的招牌卡欧鲁卡波苏，卡波苏的翻译是臭橙，不知道是什么，但反正喝起来完全不臭，就是一种柑橘类饮料加蜂蜜，是真的蛮好喝的，很清爽，推荐大家搭 ANA 可以试试看。但其实这顿餐前点心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这个跟 Itoen 合作的卫生纸，是用绿茶叶混合材料做出来的卫生纸，闻起来也是真的有茶的味道。Wow, the creativity！ 不过我也会说，摸起来完全不柔软，甚至有点塑胶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大家闻闻就好。话说这个时候刚好也飞过台湾的上空，是台中、桃园跟台北，第一次从这个视角俯瞰整个台北市。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来，希望可以快快。好，整个大偏题，我在看飞机餐。主食终于要上场了，这次的选择有 ANA Special 的汉堡排 vs 海鲜番茄饭。没错，大家不用担心听不懂日文或英文，因为空服会拿这张菜单让你选。而且如果你闲闲没事，其实 ANA 的网站上也都可以提前查航班的菜单的，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。那看我影片的人都知道，番茄是我最大的敌人，我都会跟他翻脸，所以我肯定是选 ANA Special 的汉堡排咯。看看这丰盛的午餐，有一碗主食，一个前菜沙拉，一个冷菜 cheese and crackers， Häagen-Dazs 的冰淇淋，一杯饮料，还有铁质的餐具跟一次性的筷子。饮料的部分我选了也是 ANA 很特别的蔬菜汤，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the equivalent of 日航的牛肉汤或味噌汤，热热的咸咸的，非常暖胃，想喝热饮的可以考虑一下。那我们就先从这个前菜马铃薯玉米鸡肉生菜沙拉开吃吧。这个马铃薯玉米因为有我的敌人 No.2 美乃滋，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普普，但鸡肉很嫩也很清爽，所以很适合拿来开个胃。再来就是这个肉末茄子，我只能说这不是我预期的味道，是冷的，我有点吃不太习惯。该配饭吗？不懂但身为茄子爱好者，我还是把它吃得干干净净。好，主食日式汉堡排，光是这个 presentation 就好漂亮，看上去好好吃。先把附赠美的花花胡萝卜跟豌豆吃掉。汉堡排很大一块，而且非常的厚实，照烧酱下饭到不行，米饭也煮得很完美，是个简单但又 packed with flavors 的一顿日式主餐，我非常的喜欢。那飞机餐的最后就是以奶酪饼干还有冰淇淋做收尾啦。这个奶酪真让人罪恶，但吃完还有绿茶可以喝，所以我就当做他们抵消了。没错，数学跟营养学就是这样算的。整体来说真的是非常优秀的飞机餐，有注重仪式感之余，口味上也是非常美味。
加上满满的日本元素跟一些 ANA 自己的独家供应，撇除我对番茄跟美乃滋的个人恩怨，我真的是挑不太出什么毛病。日籍航空的飞机餐果然不会让人失望呢。好，吃得好饱，起来活动活动，顺便看看厕所有些什么吧。其实没什么特别的，有全身镜、杯子、ANA 牌洗手液、马桶垫、Kotak 包尿布的台子，跟调整水温的水龙头，就都是一些你能想到的设备。但日籍航空公司厕所的重点，我想应该还是那个可以冲屁股的马桶吧。没错，我就是为了这个而来啊，真舒服。好了，够了哦。回自己的座位前，我又跟空服要了零食跟饮料。零食一样是一开始吃的那个 snack mix， 而饮料呢，我则是要了我最爱的啤酒品牌 Sapporo。当然，如果你是 Kirin 或者 Asahi 派，其实也都可以选。空服还很 nice 的多给了我一个湿纸巾，细节都没有马虎，超棒的。然后我就这样吃着零食，看着太阳慢慢落下，一路飞到日本啦。OK， 欢迎各位来到日本东京的羽田机场。在飞机降落前，空服都还有在走一圈，问大家有没有想要吃糖果跟发 ANA 的明信片，完全就是把我当小孩子在宠。那个空服看我在拍影片，最后甚至直接把所有的明信片都塞给我，然后又多给了我一支 ANA 的笔，真的是太感动了。我在这里跟所有航空公司喊话，有什么好康都给我，我都会非常开心收下的。OK， 好，我们第一段就到这里结束。大家觉得 ANA 怎么样呢？我觉得超棒。飞机餐很好吃，服务超级棒，硬体也都是很不错的，真的是挑不太出什么毛病。但回到影片开头，我为什么还是 prefer 日本航空呢？其实就还是一个点，那就是日本航空787的242部曲真的是太难输了。那个经济舱18.5寸的椅宽真的太犯规了，加上其他能跟 ANA 媲美的服务跟飞机餐 ，Sorry， 我喜欢日本航空。至少如果我们只比这两家的787啦。那我接下来还要继续前往温哥华，所以本来这集是还要继续的。但各位看看的是什么 ？Pokémon 的彩绘机哦，这是什么幸福的机遇？那既然这样的话，这第二段搭乘彩绘机的搭乘体验，就让我们一起聊到另外一集吧。想看的记得订阅才能准时收看哦。另外，如果你喜欢这集的内容，也别忘记帮我按赞、分享、收藏。下集我们来聊华航吧。那就先这样喽，拜拜。